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于志涛，据说你家里日子过得紧巴，还在申领困难补助。同学聚会上，当年的班长刘天佑高举香槟杯，故意将音量提高了几个分贝，眼神里闪烁着嘲讽的光芒。餐厅霎时间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，所有目光如同探照灯般聚焦在角落里那个穿着简朴的男人身上。天佑，10年不见，你依然这么关心同学的情况。我缓缓端起酒杯，嘴角扬起一抹平静的微笑，眼神如同平静的湖面。刘天佑踱步走近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老兄，别往心里去，混得好坏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情同手足啊。”确实，情同手足。我凝视着他的双眼，笑容愈发深沉。对了，听说你这2天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不小心把你给 pass 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于志涛，这个名字与我的性格极为吻合，低调内敛，甘愿隐于人后。10年前高中毕业典礼结束的那天，我便与所有同学断绝了联系，并非矫情使然，实在是生活容不得我有丝毫喘息的机会。班级微信群里，大家晒豪车、晒洋房、晒孩子、晒度假，而我只能以沉默回应这一切。10年同学聚会的电子请柬是通过邮箱发来的，精致华丽，显然是出自专业设计公司之手，署名是班长刘天佑。刘天佑这个名字在我记忆中就像一根扎在肉里的刺，10年时光流转，依然隐隐作痛。高中时期，他是校园风云人物，篮球明星，学生领袖，年级最受欢迎的男生，而我仅是教室角落里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记忆深处，他曾在班会上模仿我穿着褪色校服的窘态。那时家境贫寒，我的校服是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改制的，全班哄堂大笑，连我暗恋的陆轩兰也掩嘴轻笑。邮件底部附有一行小字：恳请回复。组委会将依据参会人数预订酒店及安排座位。我点开随附的表格，已有近一半同学填写了确认参加。刘天佑那一栏特意注明已预订宝马7系接送嘉宾。我环视自己老旧的工作室，又瞥了眼窗外雨中的破旧社区。我该前往吗？我打开了刘天佑的朋友圈，最新一条是他在某知名企业的办公区自拍，背景是巨大的落地窗外城市全景，配文道：职场巅峰已至，人生无限可能。下方尽是奉承讨好的评论。陆轩兰也留下一句：佑哥果然厉害绝伦。我关闭手机屏幕，心想，这场同学聚会我本不该出席。那年冬季格外寒冷刺骨，父亲的疾病来势汹汹，肺部恶性肿瘤晚期。我刚从大学毕业，找工作都举步维艰，医保报销后，家中仍欠下一堆债务，母亲精神遭受重创，几近崩溃，无法正常工作。我记得那天前往民政局申请困难补助的情形，工作人员看着我年轻健壮的身体，眼神中满是质疑。像你这样的年轻人，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。我默默递上所有证明材料，包括父亲的病历和家庭债务清单。那个严寒的冬季，我在一家小型公司找到了程序员职位，薪资刚好维持一家人生活，并偿还医药费。白天上班，夜晚回家照料父母，深夜继续钻研编程技术。刘天佑他们那时在哪里？是在高档酒吧、
把盏言欢，还是在豪华写字楼运筹帷幄，他们定然不会在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几千元工资，每天工作近20小时的辛酸。周末接私活成了我生活的常态，小区附近的网吧变成了我的第二工作室。我不断告诫自己，这仅是暂时的困境。父亲在我工作第2年离世，临终前他紧握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别太辛苦了。”我强忍泪水，轻轻点头。那一刻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程序员这一行，拼的就是技术实力和通宵达旦的意志力。我将自己封闭在出租屋内，除了上班就是学习新技术。GitHub 代码提交记录上几乎每天都显示浓绿色的活跃状态。转机出现在我工作的第3个年头，一个创业团队找到了我，看中了我在开源社区的贡献与能力。我们需要一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，不在意你的学历背景和外在条件。创始人赵晨这样对我说。我加入了这个仅有5人的小团队，办公场所是一间改造过的陈旧厂房，每个成员都怀揣着疯狂的工作热情与创业激情。第1年，我们无数次熬到凌晨，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。第2年，我们的产品终于赢得第1批忠实用户。第3年，我们成功获得首轮风险投资。再往后，公司从10余人迅速发展到上百人规模，从简陋厂房搬迁至市中心高端写字楼。我也从普通程序员晋升为产品总监，持有公司可观的股份。这些年来，我专注于工作，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。唯一的社交活动就是偶尔刷刷朋友圈，了解曾经同窗们的动态。刘天佑依然活跃，依然光鲜亮丽。他从国内顶尖大学毕业后，直接进入外企，朋友圈充斥着高档场所和名流合影。陆轩兰蜕变成一名优雅干练的职场精英，进入了全球知名咨询机构，据说已晋升为高级顾问。而我，除了必要的工作社交，几乎不发朋友圈内容。工作繁忙，也无甚值得炫耀之处。直到那封10年同学会邀请函出现在我的邮箱中，我最终决定前往，不为其他，只想见证10年光阴流转，我们各自变成了什么模样。我回复了邮件，在表格中填写确认参加，备注栏思考良久，最终留空。同学会选在市中心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，我驾驶着自己的车，一辆低调内敛的德系中端轿车，停在酒店地下车库，与周围豪车相比，确实显得黯然失色。保安拦住我，上下打量：“先生，请问您是来这里消费的吗？”我平静一笑：“参加同学聚会。”他满脸狐疑地审视我的着装，深色休闲装，虽无名牌标志，但质地不凡。宴会厅已有不少同学到场，有人认出了我，这不是于志涛吗？我点头示意，略显尴尬地与几位记者的面孔寒暄。大厅一角突然爆发出一阵喧闹，刘天佑终于登场。他身着一套量身定制西装，手腕上的腕表价值不菲，身旁跟随着几位当年的跟班，依旧一副谄媚姿态。各位，感谢光临。刘天佑环顾四周，声如洪钟，10年未见，大家都混得风生水起啊。目光扫到我时，他明显愣了一瞬，随即露出礼节性的浅笑。志涛也来了。真是稀客啊！我举杯示意，未发一言。刘天佑作为组织者，自然成为全场焦点。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这10年的辉煌历程，
从世界顶尖商学院毕业后，我直接进入了财富500强企业，现在担任亚太区业务副总监，年薪超过100万美元。去年刚刚换了新居，湖景独栋别墅，470平方米，但是装修就投入了近2000万。这辆车啊，宝马最新旗舰款，全球限量，国内仅有8辆。听众中有惊叹，有羡慕，也有人暗自比较。我安静地坐在角落，小口啜饮着酒店提供的高档香槟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志涛，好久不见。我转身，陆轩兰站在身旁，依然是记忆中的模样，只是多了几分成熟女性的气质。轩兰，你好。我略显拘谨，毕竟曾经暗恋过她。这些年你在做什么？群里很少看到你的消息。她在我身旁落座，优雅地端着酒杯，目光柔和。我简略介绍了自己的工作，没有提及公司规模和我的职位，只说在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产品。你呢？我反问。在德勤咨询做管理顾问，工作相当忙碌，经常出差。他轻叹一声，感觉时间过得太快，一转眼就是10年了。我们聊了一阵，话题从工作转向生活，又转向各自的兴趣爱好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发现自己放松了许多。陆轩兰比我记忆中更加睿智有内涵，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竟出奇的相似。你变了很多，他突然说道。哪里变了？以前你总是沉默寡言，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，现在能感受到你对事物有着独到的见解。我微微一笑，可能是工作使然吧。产品经理必须思考用户需求与体验。你是产品经理，在哪家公司工作？正当我要回答时，刘天佑走了过来，身边跟着几位当年的校园风云人物。轩兰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大家都在等你呢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。陆轩兰有些尴尬。我与志涛在叙旧。叙什么旧？他有什么可聊的？刘天佑大笑。上学时就是个闷声葫芦，现在估计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吧。我不置可否，只是微笑以对。刘天佑见我不反驳，更加得意。于志涛，听说你家里条件不太好，还在申领困难补助。全场顿时安静下来。陆轩兰惊讶地看着我，眼神中有疑惑，也有同情。我抿了一口酒，没有立即回应。挺好的，困难户也能开宝马，也能住别墅。刘天佑显然以为我在说反话，放声大笑。哈哈，你这困难户倒是会说大话，开什么宝马啊？外面那辆破大众是你的吧？笑声在餐厅中回荡。我依然保持微笑，决定不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缠。晚宴正式开始，刘天佑作为组织者，站在主桌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。他回顾了高中时代的美好岁月，展望了同学们辉煌的未来，希望10年后再聚，大家都能更上一层楼。掌声雷动，侍者开始上菜，全是高档精致的料理。我的座位安排在角落，与几位不太熟悉的同学同桌。陆轩兰被安排在主桌，与刘天佑等人同坐。席间，大家纷纷分享近况，有人创业成功，有人进入知名企业，有人已成家立业，生活稳定。每个人都在努力展示自己过去10年的成功。轮到我时，我只是简单的说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，担任产品经理。刘天佑的表情微微变化，但很快恢复了自信。那也不过是个产品经理罢了。我们公司的产品经理多如牛毛。这时我的手机响起，来电显示是赵晨，公司创始人。抱歉，
我接个电话，我起身走到一旁。涛哥，关于那个收购案，对方 CEO 坚持要与你亲自商谈，董事会那边也在施压，表示如果能谈成，年底上市没有任何问题。明白了，安排下周一上午，我亲自与他详细沟通。好的，那个投资方的条款我已让法务团队审核过，基本没有问题，就等你最终拍板了。可以同意轮融资，估值按我们上次讨论的执行。先这样，我在参加同学聚会。我挂断电话，回到座位，几位同学看我的眼神已然不同，带着好奇和一丝敬畏。你们公司要上市了？一位曾与我关系不错的同学小声询问。我摇摇头，为时尚早，明年再议吧。这句话在餐桌上引起了小范围的骚动。刘天佑敏锐地捕捉到气氛变化，扬声问道：志涛，听说你们公司不错，做到什么职位了？产品负责人。我简短回答。哦，就是产品经理的上级呗。刘天佑有些不以为然。我们公司这种职位年薪也就60-70万吧。我没有反驳。在这种场合，解释太多反而显得刻意。陆轩兰突然开口：志涛，你手上戴的是百达翡丽吗？餐桌上霎时安静下来，几位识货的同学齐刷刷地看向我的手腕。那是一款低调内敛的百达翡丽，没有显眼的标志，但行价一眼就能辨认。公司上市前投资人赠送的，据说是为了鼓励我继续带领团队前进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平日工作很少佩戴它。刘天佑的脸色变了，他当然知道这款表的价值可能比他的宝马还要昂贵。志涛，你们公司在招人吗？一位同学半开玩笑地问道。一直在寻觅优秀人才。我笑了笑，有兴趣可以将简历发给我。餐桌上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，人们开始重新评估这位曾经默默无闻的同学。刘天佑显然感受到了自己地位的动摇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举起酒杯，来，大家别再谈工作了，咱们回忆一下当年的青春岁月吧。他开始讲述高中时代的辉煌事迹，如何带领班级获得各种荣誉，如何追到校花，如何在运动会上夺冠。故事里自然没有我的存在，我本就是那个时代的隐形人。对了，志涛，刘天佑突然想起什么，转向我。你高中时不是暗恋轩兰吗？那时候每天偷偷注视她，还被我们抓个正着。陆轩兰有些尴尬，低头品酒。我平静地说，年少轻狂罢了，哈哈，现在应该没机会了。轩兰可是我们同学中的女强人，年薪100万，眼光很高呢。刘天佑大笑，不知为何，陆轩兰看起来有些不悦。晚宴接近尾声，刘天佑提议大家前往附近的高级会所继续狂欢。那里我是 VIP 会员，免费畅饮，还有专属包厢。大部分同学表示赞同，纷纷起身准备离开。陆轩兰走到我身边，你去吗？我摇摇头，明天还有工作，就不去了。我也不太想去。他犹豫片刻，要不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喝杯咖啡？我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刘天佑注意到我们的交谈，走过来搂住陆轩兰的肩膀。轩兰，咱们走吧，都在等你呢。陆轩兰轻轻挣脱，我有点累了，想早点回去休息。刘天佑显然不悦，但碍于场合没说什么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同学们陆续离开，只剩下我和陆轩兰，还有几位不愿前往会所的同学。附近有家咖啡馆，环境不错，我建议道。陆轩兰点点头。我们告别其他同学，
一起离开了酒店。夜色中，城市霓虹闪烁，我们漫步在街道上，聊着这10年的经历。他告诉我，表面光鲜的咨询工作其实充满压力和焦虑，高薪背后是无尽的加班和出差，社交和家庭生活几近为零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这样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他望着远处的灯火，眼神有些迷茫。我分享了自己创业的经历，从小公司的困境到如今的成就。我告诉他，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积累。你真的变了很多。他再次感叹，以前觉得你木讷无趣，现在发现你内心其实很丰富。咖啡馆内，温暖的灯光映照着他的侧脸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青春的暗恋早已烟消云散，现在的感觉更像是对灵魂的欣赏。刘天佑他们去的会所是什么地方？我随口问道。一家很高档的娱乐场所，据说入会费就要几十万。陆轩兰撇撇嘴，刘天佑最近总在炫耀自己多么成功，但据说他们公司近期情况不太理想，有传闻说要大规模人事调整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言，心中却已有几分了然。咖啡馆老板认出了我，热情打招呼：“于总，好久不见。”陆轩兰有些惊讶：“你经常来这里？公司就在附近，常来这里举行小型会议。”老板亲自端来2杯咖啡，这是我们新研发的配方，请于总和这位美女品尝。陆轩兰尝了一口，赞叹道：“确实非常棒。”我们的谈话从工作转向了生活和兴趣爱好，发现彼此都偏爱安静的生活方式，喜欢阅读和旅行，而非刘天佑那种浮华的社交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已接近午夜。我送你回去吧，我提议道。他点点头，走出咖啡馆。夜风微凉，他不禁紧了紧外套。需要我的外套吗？我问。不用，我没那么娇气。他笑了。不过谢谢你的体贴。我们走向停车场，突然听到一阵嘈杂声，是刘天佑和几位同学，看起来喝得不少，正从会所方向走来。这不是志涛和轩兰吗？刘天佑的声音有些含糊。怎么，约会呢？同学们起哄，有人吹起了口哨。陆轩兰脸颊微红，但没有否认。刘天佑走近，故作潇洒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志涛，没看出来啊，原来你还是个隐藏的富二代。不是富二代，我父亲是普通工人。我平静地说。哦，对，忘了你是困难户出身。刘天佑笑得夸张。那你是怎么买得起百达翡丽的？该不会是仿制品吧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凝视着他。刘天佑被我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，转而对陆轩兰说：“轩兰，别被表面现象迷惑了。这家伙家境贫寒，大学毕业后家里还靠救济金维持，这种人能有什么前途？”刘天佑，你太过分了。陆轩兰皱眉。志涛现在事业有成，你没必要翻旧账。事业有成，刘天佑嗤笑，不过是个小公司的小主管罢了，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在世界500强的人吗？我依然保持沉默，只是微微一笑。刘天佑见我不反驳，更加得意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，不敢出声了？志涛，我们走吧。陆轩兰拉了拉我的衣袖。等等，刘天佑拦住去路，醉意更浓。志涛，实话告诉我，你混的到底怎么样？年薪多少？房子多大？车子什么牌子？周围的同学都看着我，等待回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实话实说。年薪不固定，主要是股权收益。公司上市后大概价值几个亿。房子350平方米，湖景别墅，
与你描述的相差无几。车子家中有几辆？今天开来的是大众，平时低调一些。现场一片寂静，刘天佑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从不屑到惊讶，最后定格在一种勉强的笑容上。吹牛谁不会啊？有本事说说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？我说出了公司名称，一位懂行的同学倒吸一口冷气。那不是最近风头正劲的独角兽企业吗？市值已经超过100亿了吧？刘天佑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你是哪家公司的创始人？不是，我摇摇头，我只是早期员工，现在是产品总监，持有公司相当比例的股份。现场气氛变得极为尴尬，曾经嘲笑我的人们此刻都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这次是公司首席运营官涛哥，下周的面试已经安排妥当，几位副总裁候选人的资料已发至你的邮箱，安排在周一下午吧。我上午有个并购谈判。好的。对了，最近几位面试者情况参差不齐，有些人简历光鲜亮丽，实际表现却差强人意。明白了，我们坚持标准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优秀的人才，而不仅仅是优秀的履历。我挂断电话，抬头发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我。你真的是那个职位？刘天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点点头，未多言。陆轩兰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惊讶和钦佩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，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。周围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拿出手机搜索我的名字，很快在公司官网上找到了介绍。天哪，志涛真的是高管，还是创始团队成员？刘天佑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强撑笑容。志涛，没想到你混得这么好，早知道就不开你玩笑了。我看着他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。我盯着面前强装镇定的刘天佑，思绪忽然串联起某些线索。那个熟悉的名字，那份过于完美的简历，那些夸大的业绩数字，难道是他？就是那个最近在我们公司面试市场拓展副总裁职位的候选人。我仔细打量着刘天佑的脸庞，一切似乎都开始清晰起来。刘天佑，我平静开口，语气中没有丝毫波澜。其实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刘天佑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。前天那场面试是我主持的。我缓缓道出真相。简历上的工作经历看起来非常漂亮，可惜在专业问题环节表现得不尽如人意。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刘天佑面如死灰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。很遗憾，评估结果是不合适。我直视他的双眼，声音不轻不重。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表面光鲜的履历，更看重真实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。周围的同学们瞪大了眼睛，目光在我和刘天佑之间来回切换。他们终于明白了这场同学会背后隐藏的戏剧性转折。陆轩兰捂住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刘天佑僵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羞愧，最后变成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。他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所以，我微微一笑，语气平和而坚定。我们还是情同手足，对吧？夜风轻轻吹过，吹散了空气中的尴尬与紧张。在这个特别的夜晚，10年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结局。有时候，最好的反击不是愤怒的咆哮，而是平静的陈述。
最甜美的复仇不是激烈的对抗，而是命运的巧合。10年沉浮，世事变迁，当年的透明人，如今已成为掌握他人命运的决策者。当年的风云人物，却不得不面对自己光鲜外表下的真实能力。我看着刘天佑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心中没有半点快意，只有对往事的释然。成功从来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给谁看，而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。要不要去喝杯咖啡？我转向陆轩兰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他笑了，眼中带着新的光彩。好啊，我想听听你这些年的故事，完整版的。我们并肩走向夜色中，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同学和一个被现实击碎的昔日班长。有时候，最好的反击不需要语言，生活自有公道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